金陵娱乐家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申浩南，这是翟艺莹老师。Hello， 青柠娱乐家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翟艺莹，这是申浩南老师。因为距离两位一搭发行才1个多月嘛，然后时隔1个月又在场上见面合作了，感觉怎么样呢？很开心，然后很熟悉。我们都不用磨合，而且这最主要是这一次的拍摄，我们很早我们就知道了。一搭的时候就知道了。对，其实我们一搭的时候已经知道第3搭是什么时候了。我们俩已经知道第3搭是什么，没想到这个2搭变成了时间提前了。觉得对方是自己合作过的男女演员中最什么的？最漂亮的吧？最漂亮。申老师满意这个回答吗？我很满意，我得找一个非常贴切且完美的形容词。我觉得他是我最好笑的。我们俩都挺好笑的。最俊帅的女演员也很美，她是一个非常很综合的，她很多方面都很优秀，她很漂亮，然后也很可爱。老师们觉得你们搭档时的化学反应体现在哪里？我很少见笑点跟我一样低的。我笑点特别高，主要是真的假的？真你太搞笑了，你太搞笑。她的笑可以带动旁边的人一起跟她开怀大笑。那我们就来一个同时睁眼的默契挑战，然后同时睁眼和对视的时候不能笑，输的人要答应赢的人一件事情。开始。他输了！你怎么这么笑的？他输了。现场有小孩要提的要求吗？我要的也不多。我们私下再说吧。如果给对方一个动物素的话，觉得什么动物最合适？像狐狸吧，聪明。我一看他，我就想起来了，小熊猫。为什么？因为你记得我们刚开始见的时候，你就老闹着说你要去看大熊猫。对，因为我们上一部戏在成都拍的。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说好像你其实也挺像小熊猫的。因为2位已经很熟悉了嘛，有没有比如说比较害怕碰到的情节，比如说比较亲密的戏啊之类的？这个我们应该都还好吧？我也觉得。我们俩应该主要怕收工比较晚。最期待《太阳的背面》的哪一场戏？最期待的就是其实是末尾了，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那个角色他已经入狱了嘛，但是他有一个闪出的那一个画面，就我在花园里问他这朵花什么颜色，那朵花什么颜色，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甜的，因为终于觉得这个人他永远的活在了我的心里我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我还是比较喜欢回忆里的，就是甜一点的戏。如果要为彼此设计一个短剧的话，你们会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可以演那个猪爸猪妈，对吧？猪爸猪妈是一个什么样的？无可奉告。小秘密2个人之间的。对，很快大家就知道了。我给他设计什么角色，就是那种很破碎的吧，但他每天都红着眼睛，因为他哭得很好看。破碎猪爸别哭了。如果在活动上遇到你们想搭的女人，你会主动上去搭讪吗？会吧？直接就把他挽住。说跟不跟我合作？哇！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申老师的，作为霸总专业后，现在对霸总还有后遗症吗？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霸总。短剧一般都是几百亿啊，因为突然一瞬间就是有点跟现实生活衔接不上的那种。我从来都是这种感觉。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翟老师的，因为网友们说你是短剧圈陈乔恩嘛，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吗？反正我是挺开心的。这种开心我感受得到。哇，这还不好解决吗？地上遇到你现在搭讪，你会怎么应对呢？帅哥，你的鞋挺好看的，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发我链接吗？我把鞋脱了。之前就是有被搭讪过。没有，真的没有。他们看到我，大家都是那个躲都躲不赢。我觉得就是如果女生在街上遇到自己心动的啊，应不应该主动搭讪？我觉得应该呀，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很喜欢的人，然后你主动一点嘛。你主动吗？你很主动。我哪里主动？这不是我的问题。能量耗尽的时候会用什么办法给自己充电呢？我就会睡觉，因为我能量耗尽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困，就是睡眠不足。就会请2个老师在清明的手卡上自由发挥画一个柠檬。签名。怎么这么像西瓜？不是，你们柠檬不是这上面这个吗？怎么？点点吗？就是柠檬籽儿。易莹老师画的是那个切开的柠檬，对，我画的是柠檬的芯儿。
太阳的背面，欢迎您来，欢迎您再来。今日影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翟艺莹。我不知道你从哪看的，觉得我很时尚。我穿衣服有点像小孩儿。我爸就是觉得说，哎呦牛，你天然能累，要不然不让回家吧，回家找个工作干干算了。我就觉得我不。这个男女主甜不甜，取决于这个男主有多爱女主。观众的角度，他其实看的不是公主泡，这个举动其实比公主抱更有意义。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填色游戏加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那就化妆吧，给漂亮姐姐化妆。OOTD 偏爱的风格休闲，就是舒服就好。最近的话，有一部《放羊的星星》是台湾版的 IP 改编的一个短剧版，然后夏之星的衣服我很喜欢。我觉得自我暗示很重要。有时候我熬着熬着，我看到那个手机上面显示的是可能是2、3点了，但是我自我暗示，我觉得现在就是刚放完饭，就是5、6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没那么困了。片场神器夏天就是防晒、风扇、水杯。我的养生秘方其实就一个，就是保温杯。我夏天也会喝热水，我觉得热水就有一种很奇妙的味道。喝完之后，我觉得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雀跃。短剧确实节奏很快，可能你这一场戏你刚拍完哭戏，你下一场戏就要演热恋，表演总是有遗憾的，可以吸取一下这一次为什么没有演到自己的想要的效果，不断反复的去观看。如果再碰到这种相似的情感，我会不会演的会比这次更好？搭档会跟我传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然后我也会吸取，拿小本本记起来。天哪，你怎么瘦成这样了？你最近吃啥了？睡觉，休息。开始展示。它是一个上面是多巴胺色系，下面是偏欧美的，就是一个混搭风。我是一个很不会化妆的人。这一撮黑头发是挑染。大家就是说你跟谁都很搭，包括最近你刚刚杀青的一部作品《第25时区的情书》，跟柯纯应该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吧？4搭。第一部的时候是24年，那部戏我俩其实交流很少，因为很虐，然后男女主一直都是有冲突的，没有什么甜的戏份，每天都是肿的眼睛。这部戏我俩还是每天都是肿的眼睛，因为每天都在拍哭戏。我觉得柯纯老师是一个高能量的人，他是会带动剧组所有人的情绪，然后会让大家在一个很疲惫的状态，就是瞬间有能量起来。这种频繁的跟同一个演员搭戏，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吗？反复搭对我来说其实是件好事儿，因为短剧它可能拍摄周期也就1周或者是8、9天，可能我们刚熟悉起来就已经杀青了。反而2搭、3搭的时候，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彼此能接住对方给你的东西了，比较熟悉，然后也建立了一个有默契的一个状态。刚杀青的这个25时区，我们基本上有很多戏就是剧本上没有的，我们都是现场即兴加的，在我们互相比较熟悉的基础上去加一些自然生活化的东西。如果遇到一个新的搭档，你们就是没有之前的这个合作的经历，然后开拍时间又很紧张，怎么办？我会主动去跟人破冰的，到时候唯独定妆的时候，我就会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一定要快速的熟络起来。但是如果是那种虐剧，尽可能保持现在的状态也挺好的。观众他也很看重这个剧好不好磕。从演员的角度，你觉得什么样的表演是好磕的？因为我平常也是一个非常爱磕 CP 的人，那我只磕剧里的 CP 啊，理智磕 CP。你磕你自己的剧吗？磕，你看自己你也能磕进去。会的，我觉得好好磕，我还会反复观看，就是他们二创剪辑的一些很甜的一些画面。我不会是说因为让大家觉得好磕，然后我俩才会做出那些
什么很甜的一些举动，我觉得是在细节里的。就比如说之前拍过一部校园戏，剧本上写的是男主要把女主公主抱起来，但是女主当时穿的是一个特别短的裙子，我当时就提，就是看能不能让男主把他的衣服然后系在我的腰上，可以保护女生嘛。然后导演可能会觉得画面可能不太好看，但我就跟导演提了，如果你站在观众的角度，他其实看的不是公主抱，看的是这个举动，这个举动其实比公主抱更有意义。就像一些名场面，女主被人绑架呀，然后男主来救她呀，隔着逆光慢动作升格，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再多的逆光升格朝女主慢慢走过来，都不如她最快速度跑到女主面前把衣服披上，那个是最能打动人的。那你会跟导演提吗？我觉得这时候不应该再慢动作，应该迅速。会提，但是导演他有自己的角度，可能就觉得这个是要帅的，可能就是要把观众给帅迷晕。现在动不动就壁咚已经很少了，就是如果真的就是一个男生他突然壁咚你，我会下意识会在想，这是在霸凌我吗？尊重为前提，然后去做这个动作，才会觉得它是合理的，然后观众会看起来更加舒服。纪念一下，回来。从甜美的邻家少女到气场凌厉的复仇御姐，从杀伐果决的古装将军，再到现代都市的职场女性，翟艺莹在短剧世界里体验着各种女性角色的人生。就是希望短剧的题材可以多样一点吧，可以给演员更多的可能。角色的类型还不够多，对吧？对，但是我相信短剧肯定会越走越多元化。因为短剧的包容性也很强。就比如说我之前拍过一个群像戏，然后那个群像就是他说的不只有爱情，更让我戳动的是女生之间的友谊，就是女生互帮互助，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在短剧里面，因为短剧其实很快嘛，但是能在这个节奏里面，然后抓住把这个友情这方面给体现出来，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比如之前一部古装，角色身负重伤了嘛，然后对面是一个反派，剧本上说是要给这个反派跪下的，但是不能跪。他可以倒下，但是不能对，他可以倒下，然后也可以撑着，他也不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仰视这个反派。为党争，害死临平数万百姓，你与诸生何异？来说一说，你觉得拍短剧的这2年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唯一的变化就是可能在演戏上面自己会更加松弛，但是在生活上可能还是在处于我大学快毕业或者是没毕业的那个阶段，就是我的心性还是这个样子，因为没有太多自己的生活，一直在组里面，就是拍完这个拍下一个，拍完下一个拍这个。这个会是你的一个困扰吗？是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困扰，因为我觉得演员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就比如说我1个月我拍3部戏，我会发现我会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遇到一些比较生活或者是比较自然的那种戏份，就比如说打电话，或者是我倒杯水，越简单的戏我可能越不知道怎么演，所以我一直都在跟我团队的人说，我想去摆摊儿。真的，我想去摆路边摊儿，我真的有这个想法。这个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跟好朋友一起摆摊儿。是的，卖什么不重要。对，卖什么不重要，主要就是要体验生活。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真的会去摆吗？我会，我真的会去摆，我真的有这个想法。大概是一个什么摊儿啊？有设想吗？就比如说摊煎饼啊，卖什么炒酸奶啊这些，然后感觉依莹看起来是一个被家人保护的很好的女孩子。家人对于你做短剧这件事情，他们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吗？我爸就是觉得说，哎呦牛，你天然能累，要不然不让回家吧，回家找个工作干干算了。我妈是一直都挺支持我的，然后我妈也是我的头号粉丝，包括粉丝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我粉丝可能只有那么几千个人，或者是只有几万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鼓励我，然后关注我。就比如说有一些线下来看我的粉丝哈，
就是我现在可能还是不提倡大家线下来看我，因为会涉及到很多安全的问题，而且有的都是小女孩，就是会很担心她们。但是他们有的时候来看我，我可能会想象到，不管是坐飞机啊，还是坐高铁、坐火车、坐公交车，多么的艰难才能来见你一面。但是我一定要把就是我最好的状态展现给他们，也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会尽快找到自我，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